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最近引发台湾舆论轩然大波的一件事，韩国入境卡居然强制将台湾标示为中国台湾，这操作让人不禁怒问，难道韩国真的以为台湾好欺负吗？面对如此矮化国家尊严的举动，台湾不再隐忍，外交部甚至祭出近乎最后通牒的强硬表态，扬言若不改正就要全面检视台韩关系。整起风波是怎么来的？台湾真的会对韩国采取制裁行动吗？让我们一探究竟。事情的起因其实源自今年2月韩国推出的电子入境卡系统。过去入境韩国时需要填写纸本入境卡，国籍栏通常大家直接写 Taiwan 也相安无事。但2024年2月24日开始，韩国全面改采线上电子入境登记，偏偏不少台湾旅客在填写时赫然发现，在下拉选单里，台湾不是以独立选项呈现，而是被归类在 China 之下。换言之，系统把台湾划归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发现让许多准备赴韩的国人又惊又气。我手持的是台湾护照，入境卡却逼我自称来自中国台湾，这种被强行并入他国的滋味，试问有谁能接受？消息一出，台湾社群网络上顿时炸锅，许多曾出游韩国的网友纷纷晒出截图，证明韩国电子入境卡的确把台湾列为中国台湾。有人愤怒表示，以后不去韩国了，观光客少，他们就知道厉害。也有人自嘲，填着入境卡时心里真是百味杂陈，难道我要勾选自己是从中国来的？更多人则要求政府硬起来，不能再吞这种闷气，毕竟这样的标示不仅违背事实，更刺痛了台湾人的民族自尊心。长期以来，台湾在国际场合经常遭到矮化，名称被乱改，很多人早已憋了一肚子火，如今连向来和台湾民间交流热络的韩国也来这套，难怪大家群情激愤。其实，在网络舆论沸腾之前，台湾政府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一开始采取的是低调沟通路线。我国外交部和驻韩代表处自系统上线后，便多次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更正对台称呼。但是，根据外交部透露，韩国方面始终没有给出正面回应，一直拖着不改。眼看民间怨气越积越深，台湾政府也决定改变策略，转为公开施压。12月初，外交部罕见地发布新闻稿，直接点名批评韩国电子入境卡对我国的错误标示，不仅与事实不符，造成民众填写上的混淆与不便，更令人感到不满与失望。措辞中对韩国政府的不友善劣势表达严正抗议。外交部明白指出，要求韩国政府尽速纠正，并强调台湾人民的观感与尊严不容忽视。外交部的声明中还提到一点耐人寻味，台韩之间人民交流非常密切，如果因为这种称谓问题伤害了双边关系，实在得不偿失。数据会说话，2024年台湾与韩国双向交流人次高达247万之巨，其中台湾民众赴韩旅游就占了140万人次，反过来韩国观光客来台也有破1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这些数字背后代表的是什么？代表台韩两地人民往来频繁，情感连结紧密。台湾民众爱去首尔逛街看演唱会，韩国年轻人也爱来台北旅游品尝美食。可以说，尽管没有正式邦交，台韩早已是实质上的好朋友。正因如此，外交部才警告韩国，千万别拿这种名称小动作坏了双方多年培养的情谊，避免伤害双边关系。这句话透露出台湾方面又气又急的复杂心情。我们不想撕破脸，但绝不能装作没看到。然而，等了又等，韩国迟迟没有改善。于是到了12月9日，台湾外交部祭出了更强硬的措辞，将重新检视与韩国政府的关系，研拟可行的反制方案。这几乎是公开对韩方下最后通牒了。换言之，话都挑明了，如果再不改正，我们可能要采取行动了。究竟台湾能有哪些反制行动？从外交部点出的重点看来，首当其冲的就是经贸领域。外交部特别提及台韩长期存在庞大贸易逆差的情形，暗示着台湾其实手上还是有牌可打的。的确，台湾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之大，超出许多人想象。我们查了一下数据，2023年台湾对韩国逆差约102亿美元，2024年扩大到约230亿美元，
而2025年前10个月更暴增至超过300亿美元。短短2年，台韩贸易逆差竟然增加了近3倍之多。为什么台湾买韩国的东西会越买越多？专家分析，主因在于 AI 浪潮带动特殊零组件需求，例如高阶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 主要只有韩国厂商三星、海力士供应，而台湾在制造 AI 芯片时必须大量进口这些 HBM， 再搭配台积电的逻辑芯片封装成 AI 模块卖给美国，因此台湾对韩国采购暴增，逆差跟着水涨船高。换言之，这些逆差并不表示韩国单方面占台湾便宜，而是台韩各有所需，共同满足美国市场需求所致。正因如此，有学者就提醒，拿贸易逆差来施压韩国，要小心，反而伤到台湾自己。如果台湾真的因为愤怒，片面中断或缩减对韩国关键零组件的采购，首先跳脚的恐怕是美国。毕竟目前这套供应链是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分工结果，台韩各司其职。如果台湾真的跟韩国经济脱钩，后果可能是美国干脆把相关产线全部移往自己国内，到时候不止韩国受影响，台湾自身产业也将失去赚钱机会。这样的杀敌1000，自损800，绝不是聪明的做法。那除了经贸，还有什么反制手段呢？有人想到文化和观光交流，毕竟台湾年轻世代超哈韩流，每年都有一大票韩星来台开演唱会、见面会，韩剧、韩综在台湾也有广大观众。如果要教训韩国，或许可以从这方面下手。于是在立法院有部分立委喊出，不如暂停韩国艺人来台，减少韩国文化交流，让对方长长记性。甚至还有人主张发布禁韩令，对韩国商品、观光全面说不。一时间，抵制韩国似乎成了某种民意出口，但是这样做可行吗？真的要禁止韩星、韩剧进入台湾吗？且不说这是否违反言论与文化自由原则，就算真的颁布禁韩令，受影响的恐怕不止韩国，还包括广大台湾自己的粉丝和产业。想象一下，如果某天政府宣布不准韩团来台开演唱会，首先心碎抗议的恐怕就是无数台湾年轻歌迷吧。再说观光客部分，韩国游客已是台湾旅游市场重要客源之一。2024年访台韩国旅客人数仅次于日本和香港，高居第3名。观光业才刚从疫情中复苏，台湾会愿意挡韩国旅客于国门外，自己砍自己财路吗？这简直违背常理。何况台湾在国际上本来朋友就不多，韩国虽然和我们没有邦交，好歹也算理念接近的伙伴，若仅为了一张入境卡的标示，问题就闹到翻脸，实在没有这个必要。对于制裁韩国的呼声，主管文化的部长李远也被问到是否考虑采取行动，他并没有正面回答要不要限制韩流，而是巧妙地转了个弯，强调文化部最大的功能就是让台湾文化建立主体性，与中国文化区隔。他举例说明，这几年台湾积极把自己的文化推出去，成果斐然。像不久前文化内容策进院才和韩国最大的影视集团签约，要合作拍摄以台湾为主题的作品。又比如台湾的文学作品这2年大量翻译成韩文，在韩国读者中广受欢迎，已经逐渐取代过去中国大陆作家的翻译作品。在李部长看来，韩国民众对台湾的兴趣越来越高，他们其实分得清，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所以他认为，与其去禁止韩国文化，不如加倍努力推广台湾文化，让全世界都看到台湾的不同。话虽如此，他也补充，政府现阶段会按照原有政策走，并未透露会有任何具体报复措施。换句话说，台湾官方并没有真的打算来一场文化抵制运动，至少目前看来没有。就在台湾政府与民间一边怒不可遏，一边权衡利弊的同时，韩国方面终于做出了回应。可是这份回应非但没有让台湾人安心，反而更觉得有点敷衍，甚至打太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日英义在12月1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并没有直接回答会不会修改标示，他只是重申韩国政府一贯坚持在韩台之间推动非官方实质合作的基本立场不变，又说未来韩台合作还是会持续增进，至于相关问题也会
在这样的基本立场下处理，简单来说，韩国就是不愿正面承诺任何改变，只强调现状如故。事实上，稍早韩国外交部私下回复台湾媒体查询时，也讲过类似的话，甚至表示关于国籍列示方式，韩方会综合考量各层面，持续与相关单位协调。这些官话听起来就是十足的外交辞令，既不否认也不保证，予人感觉韩国想拖过这波风头再说。用一句俗话讲，韩国现在就是装死不回应，能拖就拖，看你台湾能拿我怎样。韩国这态度难免让台湾方面更加恼火，我们都公开抗议到这种程度，你却还想敷衍了事吗？更让台湾人气结的是，北京当局果然跳出来落井下石。中国国台办发言人第一时间表态支持韩国的标示方式，声称韩国的列示没有问题，并老调重弹。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看到没有，北京等于在夸奖韩国干得好，同时警告台湾，你看，全世界都承认一中，你台湾挣扎也是白搭。中国的态度其实不难预料，凡是有助于强化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这种印象的事情，北京一概叫好。说穿了，韩国这次在入境卡上动的手脚，正中中国下怀。从中国角度，他们巴不得各国都这么标，最好全球所有官方文件都把台湾冠上中国二字。如今韩国配合演出，他们自然乐见其成。这样一来，台湾所面对的就不只是韩国的怠慢，而有中国在背后撑腰的意味了。那韩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要知道，韩国和台湾并没有仇怨，反而在历史和地缘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两国都曾在冷战时期与美国结盟对抗共产阵营，都曾经是威权统治，后来走向民主，都同样受到邻近大国中国的压力。在民间，台韩彼此对对方的文化、美食都很喜爱，但在外交现实上，韩国早在1992年就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当局，这是台湾外交史上一大打击，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断交后，韩国为了讨好中国，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可说是十分积极配合，绝不敢有半点僭越。说白了，北京要他们怎么做，他们多半就照办。这次电子入境卡事件也是在这种大原则下产生的。结果韩国政府心知肚明，绝对不能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国家来标示，否则就是踩到中国红线。所以他们干脆在系统中把台湾归类到 China 之下，以免触怒北京。在韩方看来，技术上他们已经尽可能区别台湾和中国大陆，比如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标示是 China PR， 也就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澳门则写 China PR Hong Kong， 唯独对台湾只是写 China Taiwan， 没有加 PR， 好像在暗示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某种角度，这似乎承认了两个中国的存在，一个是 PR China， 一个是括号里的 Taiwan。 但这种自作聪明的政治巧思，台湾民众一看见 China 字样就已经怒火中烧，根本无法接受。更有意思的是，严格坚守一中原则的北京，理论上应该反对出现两个不同的 China 选项才对，可这次却默不作声，显然对韩国的标示方式默许了。原因无他，只要最终效果是把台湾纳入中国名下，细节上出现点矛盾，北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韩国这套标示法就这样骑墙地得以持续。除了对北京唯命是从的因素外，也有人从韩国国内政治角度解读此事。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政府其实在对华政策上相当谨慎小心，尹总统本人偏向亲美路线，近年在美日同盟框架下加强对抗北韩和牵制中国的合作。但即便如此，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依然不敢触碰中国底线。今年以来，美国、日本频频在国际场合强调台海和平重要性，尹锡悦虽偶尔表态关切，却很注意分寸，生怕惹恼北京。更不用说韩国在野党中还有被视为亲中派的代表人物李在明。李在明曾在选举场合公开谈及台海问题时说过一句名言：为何要刺激中国，就对中国说声谢谢，对台湾也说声谢谢，这样不就好了。他表面上想营造中间路线，不选边站，但潜台词就是不愿得罪中国。
同样的逻辑放在这次事件上，韩国政界蓝绿都缺乏改正错误的动力，因为改了只会惹怒中国，不改顶多台湾生气，台湾又不能把韩国怎么样。尤其李在明近来声势看涨，被视为下一任总统有力竞争者，他对中国友善的态度恐怕更让韩国当局在此时不愿松口让步。此外，还有一个背景不能忽视，2025年韩国将主办 APEC 峰会，势必要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对首尔而言，这是极重要的外交大事，他们当然希望在那之前营造一个良好的中韩关系氛围。这样一来，他们更不可能因台湾的抗议而改动入境卡标示，避免任何细节问题成为习近平访韩的绊脚石。分析到这里，答案似乎越来越明显，韩国几乎不可能因台湾的压力而改变政策。正如有学者直言，国际政治非常现实，各国都是以自身利益为依归。对韩国而言，得罪中国带来的风险与代价远高于安抚台湾的重要性。因此，尽管我们外交部强硬警告，韩国依然不太可能调整他们对台湾的称呼，这几乎是可以预见的。那是不是表示台湾外交部白忙一场，只是做做样子呢？倒也未必。从台湾角度，我们仍有必要大声抗议，争取国际关注。就算改变不了韩国的做法，也要让全世界听到台湾的不满与立场。在这次事件中，我国外交部和总统都已经明确表态，传递出台湾不再逆来顺受的讯息。或许有人说，抗议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何必自讨没趣？但如果连吭声都不吭，才真的是被人当软柿子任意拿捏了。台湾不是别人的一省，更不是好欺负的。这句话我们一定要反复向世界宣示，不管别人听了做不做，我们至少要让这成为国际舆论的一部分。就像这次事件，国际媒体如路透社、南华早报也都有报道台湾的抗议，使更多人了解到台湾在争取被证明。久而久之，我们的处境也许会一点点改善。展望未来，韩国会不会改变他们入境卡的标示？老实说，可能性非常低。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韩国直接把 China Taiwan 改成单纯的 Taiwan。其实，就连美国、日本等与中国都有邦交的国家，在出入境表格上也都是直接列 Taiwan 或 Taiwanese， 从实务考量方便旅客。韩国完全可以效法，只是碍于面子和一中压力，一时拉不下脸来改。如果韩国实在不愿正面改，也许还有折中方式。例如，有学者建议，干脆把电子系统对一般使用者显示的选项改成 Taiwan 即可，后台资料再连结中国分类，旅客就不会感受被冒犯。或者至少在繁体中文界面上显示台湾，而非中国台湾，这样台湾人填写时不至于那么刺眼难受。韩国方面未尝不能考虑这些技术上的调整，给台湾一个善意，但他们会这么做吗？坦白说，我们不抱太大期待。无论如何，这起风波已经为台韩关系投下了一丝阴影。希望韩国政府能明白，友谊和互信是双向的。台湾珍惜和韩国的友好往来，也敬佩韩国在民主、文化上的成就。我们更理解韩国处在强邻环伺的地缘位置，需要在中美之间小心平衡。然而，越是伙伴，越该尊重彼此的尊严。名字看似只是一个符号，背后却牵动着整个民族的感情。正如韩国人坚持称东海而非日本海，正如韩国人坚持他们的首都是首尔，不是别人叫的汉城。台湾人对于 Taiwan 就是 Taiwan 的坚持也是一样强烈。若连韩国这样的伙伴都无法体谅，反而附和中国来贬低我们，那台湾人民心中的失望可想而知。最后，我想说，台湾从来不是一个爱起冲突的地方，但也绝不是软弱可欺之辈。我们希望和全世界做朋友，包括韩国在内，但朋友间起码的尊重和平等必须有。如果有人触犯了这条红线，台湾一定会勇敢地站出来说不。这次对韩国如此，将来对任何国家皆然。或许在国际现实中，我们还会遇到类似的挫折与不公平待遇。然而，只要台湾政府和人民团结一心，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全世界终将听到我们的声音。以为台湾好欺负，我们会用行动让对方明白，台湾的尊严不容侵犯。